Hello，大家好，我係白冰。上次條片講中共如何以疫謀權反應幾好，睇嚟大家都想知多啲中共喺唔同範疇嘅動向。喺之前介紹 Donald Trump 條片都有提到，喺佢上任之後籌備咗2年，就係為咗同中共打貿易戰，從而停止咗好多中共唔同形式嘅侵略行為。今次呢條片，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如果美國冇覺醒，特朗普冇出手，中共嘅如意算盤會點樣發展？我哋會從經濟、貨幣、網絡、媒體、醫療、科技、政治同埋軍事多方面咁同大家分享。首先喺經濟方面，就不得不提一帶一路同埋亞投行。一帶一路係中國主導嘅跨國經濟帶，簡單講有幾個功能：一、解決產能過剩。中國好多嘅製造業都產能過剩，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同埋高端產品供應不足嘅問題同時存在，而且科技創新不足。核心關鍵技術又依賴外國入口，所以假設中國一間手機廠可以生產1000萬部手機，但係中國嘅內需消化唔晒，然後就要靠出口揾其他國家埋單。而中共產能過剩嘅嘢都係低端產品，相當適合一帶一路入邊嘅發展中國家。所以大家見到中國嘅平價手機，無論係 OPPO 定係小米，都係東南亞同埋一帶一路嘅國家大受歡迎。當然，如果啲電話有被監控或者後門嘅話，中共可以進一步得到呢啲國家嘅大數據，對於日後制定滲透同埋侵略嘅方針有好大嘅幫助。第二，用亞投行借貸起基建。亞投行全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係一個向亞洲各國家同地區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嘅區域多邊開發機構。呢啲借貸涉及幾個問題：一、外國借錢起基建，但係強制用中國嘅勞工同埋原材料，咁樣唔單止可以解決上面提過嘅產能過剩問題，而且呢啲借俾佢哋嘅資金仲可以賺取利息，然後仲可以以債主嘅身份要求佢哋用中國嘅材料，解決中共勞動力過剩嘅問題。假如我借100蚊俾你起嘢，最後原來起碼有70蚊都會用嚟請翻中國嘅勞工，同埋購買中國嘅建築材料，轉個頭就落翻落我個袋度。結果中國付出極低嘅成本，一可以賺你利息，二可以解決產能過剩嘅問題。簡單講，中共只係實際上拎咗30蚊出嚟，但係你帳面上就爭佢100蚊。第二，工程衍生諸多問題，造成呢啲基建虧損。虧蝕嘅原因非常之多，可以係資產評估錯誤、勞動權益引發勞資糾紛、反壟斷同埋違反國家安全問題等等。而呢啲有部分原因都係嚟自中國自身嘅惡習，即係貪污。基建嘅相關中國企業投資部門最中意就係揾對方嘅政府官員，建立密切嘅利益關係嚟解決問題，即係貪污。貪污完就剩翻更加少錢放喺個基礎建設上面，造成工程停滯。喺香港甚至可以成日發生追加撥款申請，之後建築成本又可以莫名其妙咁增加。三、工程完成之後已經花費大量金錢，相信大家都知道基建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回本。如果借完中國錢又還唔起嘅話，咁點算呢？美國設立咗一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呢個基金會建立咗一個中國全球投資追蹤資料庫，用嚟追蹤記錄中國企業價值係1億美元以上嘅海外投資專案。其中一個專案就叫做麻煩項目，就係專門記錄中國海外投資之後遭遇到失敗嘅個案。根據資料顯示，喺2005年去到2016年，中國喺海外嘅麻煩專案有2000宗，投資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而中國經濟貿易促進會副會長黃文理更加指出，中國有2萬幾間企業喺海外投資，90%以上都係虧損嘅。但係無寶不落嘅中共又點會咁唔識做生意呢？前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喺在任期間，曾經向中共一帶一路專案貸款數十億美元，為咗解決債務危機，斯里蘭卡政府最終俾中國取得99年漢班托塔港嘅租用權。簡單講，即係割地還債。可能你會問，點解啲一帶一路國家仲會幫襯中國嘅呢？簡單舉個例子，中國同日本曾經競爭過去起一段泰國鐵路，中共嘅 offer 就係基建成本平，但係利息高。中共提供嘅貸款利息喺鐵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係2%，喺鐵路系統營運管理方面就4%。日本嘅成本就較貴，但係利息就較低。泰國就最終揀咗日本，但係好多發展中國家就只係留意到佢成本低，所以選擇咗中共，忽視中共同當地官員嚴重嘅貪污問題。基建相對回報又唔係咁高嘅情況底下，好容易就會出現虧蝕，然後就被迫割地賠款俾中共。2019年，中共試圖透過一帶一路戰略鞏固能源同埋糧食生命線。好多歐洲國家對中共喺地中海周邊獲取關鍵嘅港口同埋基礎建設提出警告。中共利用一帶一路嘅經濟力量進行擴張侵略，魔爪已經伸延到歐洲。中國利用經濟侵略全球，用投資同收購擴大中國影響力，以奪取技術同埋品牌。
然後就引申到另一個範疇，華爾街。全球疫情底下，紐約華爾街同中共之間錯綜複雜嘅關係引起外界關注。美國前總統列根嘅經濟金融戰略設計師 Roger Robinson 喺2019年年尾表示，估計華爾街向中共輸血約3萬億美元，從美國資本市場融資係中共賴以為生嘅主要渠道。多年嚟，紐約嘅主要投資銀行扮演咗為中共喺海外融資嘅關鍵角色，例如股票嘅主承銷商、保薦人、財務金融顧問等等，為中共輸血續命。深耕中國25年嘅 Morgan Stanley 就為中共客戶融資超過3200億美元。另外，高盛除咗幫助中國企業喺海外上市集資，亦都幫助中國牽頭舉辦咗40幾項大型嘅債務發售交易。高盛多次喺中共嘅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之中擔任顧問同埋主承銷商，每一次大型交易都喺10億美元以上。中共進攻華爾街其實早喺上世紀90年代，江澤民家族已經開始。呢種關係喺而家嘅資本市場上面都仍然存在。江澤民嘅孫江志成喺2009年美國哈佛畢業之後就入咗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任職於美國高盛香港嘅直接投資部門 PIA。另外，1997年嘅中移動被認為係江澤民家族嘅地盤。2000年嘅時候，中石油就係周永康家族嘅地盤，中海油就一直都係曾慶紅家族嘅地盤，而摩根大通就參與咗深港鐵路、中石油、中國鋁業、中國電信、阿里巴巴等一眾中國企業喺海外上市集資嘅行動。呢啲華爾街嘅巨頭係幫助呢啲中國企業集資數千億美元嘅同時，自己都賺得盆滿缽滿。華爾街為咗想佔中國市場掘金，屈服於中共，協助中國企業走法律罅，逃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有關公司信息揭露和審核嘅規定同埋慣例，並將唔透明嘅中資企業加到 ETF 指數成分股入邊。美國甚至全球嘅投資者幾乎都唔會知道，自然亦都追究唔到。直到近年，中國企業上市醜聞時有發生，美國證監會先向起警號。2019年5月17號，中企瑞幸咖啡宣布登陸納斯達克，首次公開發行，募資規模達6.95億美元，市值達42.5億美元，成為當年喺納斯達克 IPO 融資規模最大嘅亞洲公司。2020年2月1號凌晨，國際知名機構渾水公司發表咗瑞幸咖啡嘅做空報告，長達89頁嘅報告直指瑞幸咖啡正在捏造公司財務同埋營運數據。2020年4月2號夜晚，瑞幸咖啡突然發布公告，自爆財務造假，並指首席營運官劉劍同部分員工偽造業績達22億美元。公告發布之後，瑞幸咖啡股價開盤就暴跌8成，隨後觸發咗6次熔斷。瑞士信貸、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同埋海通國際作為瑞幸咖啡首次公開募股嘅聯席主承銷商，預計將會面臨高額嘅罰款。之後先至引起一連串嘅議案，阻止中國企業喺美國上市，上咗市嘅就要佢哋除牌。另外，幫助中國企業喺美國上市，除咗好似上面提到嘅瑞幸咖啡咁有金融風險，仲存在國家安全問題，因為有鋪天蓋地嘅證據顯示，好多中共刻意扶植嘅國企，佢哋都涉及侵犯人權、擴張監控、盜竊機密，甚至發展武力同埋網軍。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報告指出，華為、海康威視、大華同中興等中國企業向63個國家輸出 AI 監控技術，其中36個國家已簽署加入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劃。此外，甚至以智慧城市為包裝，擴張中共監控技術到西方國家。其中最出名嘅係中共開始實施嘅社會信用評分系統。呢個制度結合咗電子監控同埋網絡管制，配合中共推動嘅電子支付，俾政府單位可以喺微觀嘅層面入邊即時管理同埋記錄全國國民嘅行為，唔使再好似以前咁大量依賴深入基層嘅人力報建同埋逐級報告制度。呢個唔單止令到中國當局得以有效避免境內民間自發組織串聯活動嘅可能性，更重要嘅係所有對中共不利嘅消息幾乎都冇辦法有效傳播。更加過分嘅係，呢啲華爾街投資者、銀行家，特別係高盛同埋一啲商業銀行，成為咗會幫中共嘅遊說者。基本上25至35間同中共交易最大嘅公司，成立咗中共喺華盛頓嘅公關部門。例如中美貿易戰開打嘅時候，王岐山話唔係好熟悉美國，需要喺美國組織顧問團隊，以幫助佢哋理解美國嘅意圖。然後喬治布殊嘅前財長、銀行家 Henry Paulson 同埋 Swissman 就去到特朗普嗰度主動請纓，為嘅就係幫王岐山攞料。最恐怖嘅係，你諗住賺中國錢咩？你想賺夠就走？其實你走唔到。班農透露，美國有10幾間公司
每間規模都超過10億。佢哋試圖喺中國撤出，但係自2016年11月以嚟，佢哋都冇辦法帶錢離開中國。呢一啲公司喺中共面前都會認為自己太過弱小，呢啲公司唔敢出聲，唔敢反抗，因為只要一發聲，佢哋嘅錢就拎唔到出嚟，佢哋喺中國嘅公司就會徹底關閉。中共就係用呢個恐懼嚟控制住佢哋。如果唔係 Donald Trump 出面聯合翻晒呢啲公司同埋其他歐洲國家，相信唔會有人夠膽正面出嚟反抗共產黨。上面講嘅一帶一路國家，而家佢哋好多藉住換咗總統之後，就停咗同中國嘅合作，甚至違約唔還錢。點解佢哋咁夠膽？因為美國喺背後撐腰咯。網絡方面，華為作為中共嘅重點投資項目，如果成功喺全世界鋪設 5G 網絡，除咗賺大錢之外，好大機會中國會留有後門，中共就可以拎晒大家所有人嘅資料，所以越嚟越多國家拒絕使用華為進行 5G 建設。詳情可以睇翻 5G 呢條片。喺個人資料私隱呢條片都有講過，收集你嘅個人資料、上網記錄係可以精準推測到你嘅行為。想知多啲呢，大家都可以睇翻。而唔同嘅媒體都可以做到相關嘅功能，當中最成功嘅就係普及全球嘅抖音。抖音係一個上傳15秒短片嘅影音平台，可以話係現代嘅劣幣驅逐良幣最佳例子。影片就必然冇營養，淨係可以好似味精咁刺激人類嘅官能快感。而當今人類社會充斥住快餐速食文化，令到抖音已經成為最多人 download 嘅 app， 多過 YouTube。上個月更加係全球吸金超過1億美元，蟬聯非遊戲種類嘅第一位。錢就中共賺，個人資料、網上喜好、習慣都中共拎晒。講開媒體，大外宣都好重要。一帶一路嘅醜聞、武肺嘅失當，都會有已經滲透各國嘅傳媒幫佢洗底。詳情可以睇翻中共滲透5大法寶呢條片。呢條片仲有講點滲透世衛。上條片講中共以疫謀權都有提到，原來03年嘅世衛已經相當腐敗。講起世衛就要講下醫療啦。華大基因喺對上幾條片都提過好多次，大家可以睇翻 DNA 私隱同埋以疫謀權呢條片。簡單講就係華大基因已經係全球設置58間火眼實驗室，藉住呢一場瘟疫，進駐甚至壟斷咗18個國家地區嘅基因工程產業。當全球醫療產業嘅重心轉移到基因工程為主軸嘅時候，中共就會掌握全人類嘅 DNA。令到你 DNA 有咩用？睇下而家新疆，同埋睇翻 DNA 私隱呢條片就知㗎啦。喺科技方面，就一定要提中國製造2025，即係瘋狂抄襲、盜取其他國家知識產權，又利用千人計劃入侵唔同國家嘅高科技公司，加上用黑客竊取外國機密。例如近排美國司法部就起訴咗2名中國公民，30歲嘅李曉宇同埋33歲嘅董家志，指佢哋受中國政府指使，盜竊咗高科技公司嘅大量數據，並企圖盜竊新冠病毒疫苗嘅機密，最終令到中共唔使再用外國嘅高端產品，例如晶片，或者源源不絕咁偷外國嘅專有技術。然後就係政治方面，中國除咗滲透聯合國，之前有2個法國前特工涉嫌幫助中國做間諜，喺法國判咗叛國罪。澳洲一名立場親華嘅地方議會議員莫瑟馬尼，被指同中國政府有不尋常嘅關係。美國民主黨嘅洛杉磯議員 Hoswitzer 涉嫌收受中國商人超過150萬美元嘅賄賂同埋其他利益而被捕。佢亦都係呢單案入邊第5個被捕嘅疑犯。嚟到呢度就可以講下咩係銳實力。銳實力係指一個國家透過帶有操縱性嘅外交政策，企圖影響同埋控制另一個國家嘅政治制度。總括上面咁多個 point，一帶一路同埋亞投行可以將中國產能過剩嘅嘢賣去呢啲一帶一路嘅國家，又可以借貸嘅方式賺錢，或者奪取外國嘅領土。投資期間又會同當地嘅官員一齊貪污，變相影響埋當地嘅政治生態。進軍華爾街就又拎到錢，又控制到外國嘅大型企業，有咩事仲可以叫佢哋幫手游說美國政府，甚至收買人哋國家嘅議員。美國同澳洲都已經有相關人員被查被捕。連今屆美國總統候選人 Joe Biden 都有 Beijing Biden 呢個稱號，佢個仔同中共嘅關係可以話係千絲萬縷。與此同時，大外宣又會幫中共粉飾太平，千人計劃又可以入侵各行各業拎人哋嘅機密資料，然後加埋個中國製造2025，將最高科技、最高利潤嘅產品都喺中國度組裝。知識產權、人才開發嘅錢就人哋外國俾，開發完嘅技術，中國就一個唔該就拎咗去賺錢。當中仲包括好多監控、人工智能嘅相關科技，用嚟監控翻自己嘅人民。
再出口埋華為同埋抖音去全世界，拎晒全球人類嘅個人資料同埋網上行為，用基因界嘅華為、華大基因去拎大家嘅 DNA，各式各樣嘅大數據都有助中共稱霸全球。去到呢一步，如果美國唔覺醒，只要多5至10年，中共就可以為所欲為。到時中國就唔使再用美金結算，改用人民幣，咁樣香港嘅價值亦都唔再存在。可能有人會問，美軍嘅軍事實力仲咁強，出兵打贏佢咪得咯？我會話咁樣滲透法，你美國參眾兩院嘅議員都已經俾人收買晒啦，到時你想打仗都打唔到，因為佢哋會喺個議會度反對打仗。加上會有鋪天蓋地嘅大外宣幫中共洗底，甚至就當之後嘅美國總統真係開到戰，咁多中國間諜竊取外國嘅軍事機密，到時誰勝誰負真係好難講。影片嚟到最後，相信大家對中共侵略全球嘅如意算盤會有更加多嘅認識。其實除咗以特朗普為首嘅西方國家，仲有2個地方嘅人民奮力抵抗緊中共。其一就係喺今年年頭粉碎咗中共統一嘅野心，至今仍然心繫香港手足嘅台灣人民。其二就係一直喺體制外默默耕耘嘅香港人。當然我指嘅就唔係嗰啲淨係 send 咗封 email 就當做咗嘢出嚟邀功嘅政棍。BNO 有5加1嘅方案，全靠無數手足嘅犧牲，同埋港版國安法殺到，關個德國口罩騙徒 Q 事咩？今次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不妨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 YouTube 同埋 Patreon 都已經開咗會員，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逢星期5晚9點鐘都喺 YouTube 上面直播，講下時事同埋政治，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